大人，人已带到。不许吃。我饿了。拿着。文牍册子里记载了长安城里近10年以来的失踪人口，你必须帮本官找到小腿天生残疾之人。那我还不如回大牢了呢。哎，萧人宇，你想摔死我呀？狐狸，如果你找到了，你就有饭可以吃；可如果找不到，那这一时半刻你就要待在牢房里了。如果玉丽心情好的话，顶多让你跟老鼠同睡同吃；如果心情不好的话，那他定会拿你磨磨我们刑部的刑具。听说这个刑具呢，一用那个囚犯就会……啊，我找，我最喜欢找人。萧人宇，说，你有没有问过那个人为什么会在大理寺？他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今日当众，为何不让我说出你我的关系？你看，贞观10年7月12，城东甄碧轩柴玉家发生4起命案，4名仆人分别被歹徒用短刀砍死在家中，少主柴玉失踪，其右小腿残疾，家中金银尽数被盗。男人右小腿残疾，这跟玉屏残骨很符合啊。还有你看，这里有画像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这只狐狸老爱逃跑，我只能把你拴在身边，助我探案。我又不是你养的宠物啊！该吃药了。我待会儿再吃。夫人，一会儿喝完药可吃些杨梅解苦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夫人她胃不好，能吃杨梅吗？奴婢忘了，奴婢马上拿走。萧大人，这位是本官的私人仵作。可他怎么带着犯人呢？他太调皮，不听话，所以本官不得已出此下策。啊，萧大人，这么晚来府上，可是为了查案呢？本官今日前来，是要问尊夫人一些问题。大人有事，但问无妨。柴玉，夫人可认识？认识。既然萧大人要问夫人的事，那下官也不便在此。萧大人，下官先行告退。本官在刑部案宗里看到，7年前柴玉失踪，报案的是夫人，而夫人跟柴玉私定终身。我与柴玉情深意笃，本已私定终身。那日，他约我去他的私宅相会，不料却突遇劫匪。柴郎，月主，我爹娘知道了我们的事，他们2老……月主，快走！柴玉，快走啊！去报官！我们走！快走！没曾想，
当我带着官兵赶到后，柴东、柴西、柴南、柴北4个下人都已经死了，院子屋内到处都是被撞翻的桌凳，还有血迹。可是柴玉却不见了踪影。谁知几日后，那几具奴仆之尸竟在官府中不翼而飞，此事一直未解。那柴玉为何不跟家人住在一起？他喜清静，所以一人住在私宅。当天晚上你是一个人去的？我每次去柴家都是由柴东接我去，我从不带下人。那柴家人呢？后来你们没有联系吗？柴家觉得长安是伤心之地，所以移居他地。那你可知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从那以后，我们就失去了联系。本官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，那4名下人遇到劫匪为何不喊叫，而你跟柴玉却也是听见东西碎落的声音才知道有劫匪呢？柴玉天生右小腿残疾，因此他对于有疾患之人甚为同情，所以他找的4个下人都是哑巴。原来如此。夫人看起来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没休息好？此事已过去7年，可是近些时候，我夜夜能听到刀砍之声，夜夜能梦到那些人，噩梦难消，又怎会神清气好？天色已晚，本官先告辞了。元子，夫人，奴婢在。民女身体欠安，就让元子送大人离去，还请大人莫怪。夫人好生休息。谢大人。大人，请随我来。大人慢走。狐狸，狐狸，走了啊。知道了。你家夫人最近天天做噩梦吗？是的，大人。夫人总是说听到声音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痛，想上茅房。你以为本官会相信你吗？萧人宇，你不会以为我能逃出你的手掌心吧？园子，带他去茅房。不用了，园子，你告诉我茅房在哪儿，我自己去就好。啊，就在前面那个小院。谢了。哎呀，萧人宇，你不会是想偷看我上茅房吧？原来你还有这种癖好。要是你敢偷跑，本官立刻发配你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这里怎么会有一只猫呢？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？回大人的话，奴婢什么都没听见。
这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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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夫人不知为何上吊自尽。夫人，夫人，他没事，只是身体太虚弱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刚刚还在和你们谈时间，怎么就上吊了？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恐怕原因不在我们，而是有人想让你夫人死。谁？本官会找出真相的。夫人，狐狸，你说你听到声音之后，就立刻赶到院子来，然后就看到刘夫人上吊。起来。萧人宇，昨天都折腾一宿了，一点东西都没吃，你有没有人性啊？你听，我肚子都叫了。伸手。干嘛？这是命令。你喜欢吃桂花糕，为何不告诉我？认识你那么久，都不知道你的喜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刚才说茅房那边有声音，我们去看看。你昨夜就在这里，先听见那个声音是吗？没错，我上好茅房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听到了刀具砍东西的声音，声音很清晰。但是我经过楚月竹的房间时，虽然也有声音，不过明显没有这里的大。你来找楚月竹，是因为之前听他说过，他爷爷梦到那个声音无法入睡才来的是吗？没想到他会在昨夜上吊自杀，幸亏你及时救下。这里也有一口千井。萧人远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本官需要有个人帮本官下去看看情况。我觉得我还是回大牢里吧。狐狸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有案底的人，就算我把你给放了，你的案底还留在我们刑部呢。我们刑部的官员3天2头就会找你问话。如果你周遭有案件发生的话，官府的人也会找你查问的。以后的生活可就……唉，不如这样吧，你下去帮本官看看情况，本官就好心的帮你把案底抹掉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萧人远，你先别松手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我要放手了。哎，萧人远，你不会因为我不承认你是我夫君，你就公报私仇，想溺死我吧？哼，本官就喜欢公报私仇。放心吧，这是口很浅的枯井。怎么样，狐狸？风景好不好呀？狐狸，狐狸，狐狸，你没事吧？把剑接住！大人，你敢袭击大人，要判你个10年8载的！萧人远，你快跟这条疯狗解释一下！你还敢侮辱朝廷命官，再判你个10年！你家的狗疯了！这东西哪来的？说！是本官让他从井底取出来的。
疯狗，疯狐狸！好了，狐狸，这把刀是从井底何处取的？井中有一个凹槽，刀柄落在外面，我从那儿取的。井下可有通道？那方向好像通向楚月竹院内。我想那装神弄鬼的人应该是通过这短刀敲击墙壁，然后再将声音传到那儿的。这就对了。对了，大人，昨日参与搬运玉瓶的家丁已在院内集合了。看来是有人趁昨夜无人的时候，又将血迹涂了上去。大人，看来这作案之人很有可能是府中之人，或者与府中之人有勾结。刘管家，大人，昨日是你监运这块玉瓶的吗？回大人话，正是草民负责押运的。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这路上并未发生什么事啊。哦，对了，大人，在运往府宅的途中，这马车的车轱辘突然坏了一个，也因此耽搁了一些时间。我不得不把马车停在小巷内，由我亲自看守。由家丁张勇带2个下人去临时找了一辆马车。你可曾离开过？回大人的话，草民未曾离开过。马车是你们一块儿去找的，还是分头去找的？回大人的话，分头去找的。马车坏在何处？就在小巷内，就在这儿。当时我和几个下人一起把那块用红布包裹的玉瓶取下来，就靠在这儿。马车在什么地方？马车就停在那儿。那你当时站在何处？草民当时应该就站在这儿。可有发生什么别的事情？没发生什么事情啊。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是大人，走。萧人宇啊，想不想知道其言真假？狐狸，你有办法？给我50万。你可别骗本官啊！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性格。白夜，是。跟着本姑娘有鱼食吃。谢谢。回答我的问题，这些钱就归你。好。昨天这里是不是停了一辆马车？还有人看着东西？对，昨日是停了一辆马车，还换了一个轮子，一直有个人在那看着。那个人是否离开过马车？没有过。明明在骗大人钱，还说没有说谎。大人愿意赏我钱，你吃醋啊？有人向本官举报，是你偷了玉瓶。白夜，带走。不是我没有，是有人出钱让我这样做的。本官要听实话。有人出钱，让我们这群乞丐去偷一样东西，就在昨日那堵墙前。我们几个人吸引管家的注意，然后找机会把马车上的东西替换后偷走的。我们只是为了口饭，管爷饶命。是何人出的钱？是一男子，戴着一个有面纱的帽子，我也看不清他的长相。他把钱丢下，交代我找人把马车上的东西替换后放在一个指定地方，余款就在指定地方的石头下面放着。那个人高矮胖瘦如何？和你差不多高，比你胖些。东西放在什么地方？东西就在那堆杂物那儿。大人看上面的字，看来是张勇离开的时候掉下的。他可能太累了，昨夜查了1晚上的案子，立刻派人去刘府抓捕张勇。是。
会等你的。才变得特别，多少坠入眼底的流星，照亮心的夜。细细看我的眼睛，只是风吹远近，像耳边的清灵。不要犹豫，想你有不眠的心，世界突然安静。我这么喜欢你，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苏父也来长安了，我不想你再回到他身边，所以只能拴着你。大人这是要趁人之危啊！等他醒过来，告诉他，他已经没罪了。本官先走了，告辞。这言儿还真是命犯桃枝啊！大人，张勇不见了。属下搜他的房间，找到了这个。这是何物？这是青芥菜，专门用来治喘鸣之症的。喘鸣之症要随时服药，可张勇离开的时候并未带药，说明他走得很匆忙，因此他一定会来医馆取药。大理寺为何来此？我们大理寺是来协助查案的。苏大人由流匪细作，摇身一变成了朝廷重臣，管得还真是宽呢。苏大人是我请来的。萧大人，还请您见谅啊。此案关系到我夫人的性命，下官也不得不在意，因此我奏请了大理寺卿孙振孙大人。孙大人疼惜下官，所以才让苏大人到这儿协助您办案的。这是孙大人亲笔签发的协助查案的文牍。大人，萧大人一直找不到凶手，孙大人派我来协查，还请萧大人不要介意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苏大人，你我皆为官，需谨言慎行啊。大人，张勇曾在八味医馆买过药。张勇一定就藏在那附近。他就在这附近，给我搜！是。快，这边！快，快快快！站住！可曾见过大人？一直未见大人。走。大人，大人，是不是你在里面？大人，是我。张勇启动了机关，屋里存着毒气，快开门！把锁打开。是。
大人您没事吧？去刘府。是。见过萧大人。一直以来，都是秦太医替本官治病，本官不曾见过你。回大人，秦太医家中有事请辞，下官叫齐焕之，是来接替秦太医的。大人怎么样？萧大人中毒尚浅，喝了这碗汤药就无碍了。夫君，萧大人突然要挖我的院子，妾身不知是何原因。好，没事。萧大人，下官不知哪儿得罪了大人，您竟带人如此捣毁我这庭院。本官自有安排。刘大人，稍安勿躁。大人，那边有发现。萧大人，我们这里也有发现。我们这边也有发现。我这府中怎么会埋有箱子呢？业主，大人莫慌，令夫人有可能受到惊吓，快扶夫人进屋，待我为夫人好好诊疗。大人，您怎会知道我这府中埋有尸骨？本官在追捕张勇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一个祭坛，就是刚才大人吸入毒气的地方。没错，那个地方的墙上写有字，是一种胡人文字，本官认识一些。从文字里我得知，那是古老的胡僧用的一种法术，叫催眠术。这种催眠术是用死人骨引活人入梦，并且在梦中有人上吊自尽。难道月珠前夜上吊跟这催眠术有关？可这催眠术又是如何下的？我在那个屋子里发现了5尊面目狰狞的雕像，其摆放的方位跟您府中的结构完全一致。主位的雕像与您府中的主厅位置一样。就在前日，那个地方就发现了藏有残骨的玉瓶，而其他4尊雕像的方位也跟这个院子里4个角落相符合。果然，这4个角落里也发现了残骨。看来这下术的人针对的是尊夫人。不可能啊！月珠她纯良心善，不可能得罪任何人呢。而此人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森森白骨埋于此地。张勇，一定是张勇。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我怎么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昨天萧大人让我给你带句话，契约有效，他在刑部等你。娘子，你一天到晚没事别老闯祸好不好？要不是萧大人出手相救，还不知道你在大牢里要关多久。你说人家萧大人多好，你还不是他夫人，他就对你尽心尽力。要是真成了他夫人，他还不把你宠上天？人家萧大人有权有势，有钱有貌，还是个宠妻狂魔。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我就给你试试水。不要，回来！冉娘子，我家夫人为感谢您的救命之恩，想请冉娘子过府一聚。这些菜都是夫人做的。是啊，夫人生得一双巧手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知得绣锦，会得雅画。冉娘子，您瞧，奴婢扇面上的名字就是夫人给提的。好字，让冉娘子见笑了。夫人巧手，原子善言。这顿饭我吃得很开心。这顿饭
本来就是要感谢冉娘子的救命之恩，你吃得开心便好。可是夫人为什么要自尽？我也不知道，醒来全都不记得，觉得一切皆是场噩梦。柴玉自幼跛脚，夫人为何倾心于他？是我多言了，夫人如果不想回答，不答便是。他人虽有疾患，但为人温良恭俭，对我更是柔情似水，倾心相护。敢问夫人和柴玉相识相恋多久了？我们青梅竹马，真叫人羡慕。怪不得夫人对他念念不忘。这世间薄情男子比比皆是，夫人遇到他还真是幸运。不过既然是青梅竹马，又过了适婚的年纪，当初为什么没有成亲？夫人，您怎么了？我有些头疼，奴婢去给您拿药。不用，你在这里照看冉娘子，我去就回。夫人小心。我记得夫人是胃病，她还有头疾。头疾还好，主要是胃病。她经常去哪家医馆看病？八味医馆，经常找那里的张大夫看病。夫人和刘大人的感情还和睦吗？这个，刘大人对夫人很好。那夫人呢？夫人，那还用说？自然和睦。夫人，您头疼可有好转？我已无事，但你似乎跟冉娘子谈得很投机。奴婢跟冉娘子没说什么。我只是担心夫人的身体，所以才问了投机之事。多谢冉娘子关心。夫人她胃不好，能吃杨梅吗？夫人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瞧我这记性。刚才冉娘子是说，冉娘子是问夫人当年为何不与豺狼君成亲。我与豺狼情投意合，但是否成亲，这是我二人之间的事。冉娘子有些好奇过头了。夫人说的是。时候不早了，夫君快回来了，恐怕我没有办法再相陪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冉娘子慢走。夫人，渊子错了，渊子多嘴啊！以后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把你卖到那烟花之地。直到现在，你还对他余情未了。月竹啊，姐姐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保护你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太久了，真的，几位大人等了好久。萧嵩，这个冉仵作到底来还是不来？请大人再稍等一会儿，下官相信他会来的。萧大人，不是我们不相信，只是我们足足等了都有半个时辰了。要不，我们换个仵作？这些残骨非他验不可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他最懂得尊重死者，也只有他
能够还给死者一个真正的公道。难得听见萧大人夸我，见过卢大人。各位大人，你来了，就表示答应契约了。这价钱还没谈妥呢。下回你再迟到，本官就扣光你的工钱。我家老头今天不在，小周，白大人，当我助手吧。今天本官来当你的助手。萧大人，这可不太合适吧？500万，漫天开价你200万。萧任远，那可是5具尸骨，你不能一毛不拔。450。二位大人，麻油和姜片是用来避臭秽、去腥气用的。哦，别计较了，300万。成交。白夜，帮我记录。这些白骨的死亡时间能断定出来吗？这些白骨似乎经过清洗处理，所以很难断定。不过尸体要变成这样的白骨，在土里需要6到8年，在水里也要4到5年。4具尸体骨节完整，唯独这具没有了小腿骨。是玉萍，这些残骨是男人的小腿骨，这小腿骨向外弯曲，说明死者天生残疾。把玉瓶中取下的白骨抬过来。完全吻合。这些白骨上有刀痕。第一具白骨，左肋1刀，右白骨1刀，心骨1刀。心骨这刀最严重。那心骨这一刀应该是致命伤。第二具白骨，颈椎骨1刀，这一刀应该是致命一击。第三具白骨，右臂1刀，肩盂1刀，印堂处1刀。这具尸骨的致命伤应该是在印堂。第四具白骨，取汗、拆骨各1刀。这2个刀痕深浅差不多，但是拆骨离脉脏最近，所以这一刀应该是致命伤。这骨上的看起来不像刀痕。两侧肩胛处各有1处心形穿孔，前深后窄，最大处为1寸。两手掌心各有1处心形穿孔，其大小跟肩胛处一致。这双足心也有心形穿孔。共有6处，能不能看出是何物穿身而过？现在也看不出来，可有新棉絮。棉絮被刮，说明从头到脚全是芒刺，也就意味着在生前被虐打过。没有刀痕，难道虐打才是死因？看来这个凶手对这具尸骨很是痛恨。
腰椎后的厥阴腧穴有2点黑晕，也就是说，生前这里受过伤害。可是，此处2点黑晕呈扁圆形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伤的，又像是被什么东西直接击打。其他4具尸体，同样的部位也有2点黑晕。5具尸体后腰椎处皆有2点扁黑晕，受伤的位置怎么刚好在同一位置？这4具尸骨手脚粗大，像是干活的人。这第5具，我们之前就怀疑是柴玉的尸骨。把7年前柴家案的验尸革木拿给我。柴家案中的4名奴仆被短刀所砍的部位，跟这4具尸骨完全吻合。当年失踪的人和消失的尸骨，又在7年后再出现，这一切都跟张勇有关。张勇懂得胡僧邪术，想用催眠术害死楚月竹。他要么是当年的劫匪之一，要么他就是柴家人。胡僧邪术只是装神弄鬼的东西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咒语能够害人。可是这些尸骨都是在刘夫人院内发现的，而且刘夫人还差点上吊自杀。这是凶手做的局，玩的计策，想用此计掩盖他的杀人真相。在下给各位大人请安，下官是奉了苏大人的命令，前来给冉仵作送一中药文毒。苏大人特意交代，此文毒必须由下官亲手交给冉仵作。各位大人，下官先行告退。萧大人，还真被你说对了。这张勇本名张广之，是柴玉的侍卫，从小就跟胡僧习得一身好武功。苏大人说，根据他的武功招数，已经查到了他的身份。他还有一个妻子，叫做于秀，现在却不知去向。这个张广之武功了得，怪不得到现在都还找不到他。看来此案已经明朗。7年前，歹徒打劫了柴玉的私宅，杀了他的手下。柴玉或许反抗，遭到了歹徒的暴虐。7年之后，这个张广之借题发挥，想恐吓已经成为刘夫人的当事人楚月竹。只要抓住张勇，此案便可以大白天下。可这张勇是柴玉的家奴，为何不去找劫匪，而去吓唬楚月竹呢？而且还假借催眠术让他上吊。看来所有的疑问都在楚月竹身上。大人，自从柴玉出事后，柴家人便将院门上锁，此后再也无人进入过。附近4周可有人居住？回大人，并无人居住。马车停在何处？根据7年前的验尸革木记录，当时马车就停在这院门旁。事后差役还搜索过马车，并未检查出任何东西。把门打开。是。大人。大人，这块污迹就是属于死者柴东的，他当时趴在这里，致命伤在颈椎处。这里有3处污迹，应该是左肋、右白骨、心骨3处受伤的柴膝。冉仵作果然厉害，说的一点没错。大人，当时柴男就养死在这里。这里污迹较多，
应该是那具右臂桡骨、肩鱼、印堂3处中刀的尸骨。大人好眼力。大人，最后一处在书斋。最后一具尸体是屈汉和拆骨中刀，刀很多。这个劫匪取材便好，却下此狠手，看起来更像是寻仇。听楚月竹说，当时他和柴玉在厅堂，听到有动静才跑出来。这4名下人被杀，柴玉又不知踪影，凶手的目标似乎就是柴玉。不对，他不是撞上去的。如果是的话，桌椅应该直接撞到，而不是碎落。可为何柴玉的尸体不见，再次出现却是在刘府，而且尸骨上还有心形穿孔？我来给大人倒点茶水。婉绿呢？啊，婉绿，哦，你哥让他到前面去帮忙。茶艺好，大人慢用，我就不打扰了。这种心形凶器从未见过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是星锥。老头儿，你怎么知道？这种星形的锥子是胡僧做法时用的一种工具，共有6根，2根定肩胛处，2根定手心，2根定脚心。我记得书上有记载，这种星形的锥子曾被胡僧下了复活咒，凡是被钉者都会起死回生。柴玉的尸骨上被人钉上了星锥，难道是有人想让他复活？有人在7年前找来劫匪，把柴玉手下杀了，随后又将柴玉带走，实施虐打，最后将其打死，然后再把这个星锥钉于尸体之内，想让其死而复生。这种符咒只是骗人的把戏，当今世上根本就没有复活咒。手段极其残忍，心态极其恶劣。不过老头，我还是不明白，这尸骨是如何跑到刘府去了？当年只有楚月竹活下来，所有的谜团都在他的身上。或许他隐瞒了什么事情。大人，是奴婢的错，弄脏了您的衣服。隔壁房间有新衣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可前往更换。失陪。大人这边请。衣服就在屏风后，您换下来的衣服洗完就会送到府里的。好，你去吧。是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大人，下官家中突发急事，需回家一趟。哦，去吧。想找什么东西，自己找吧。孙大人。小宋，你闯进我大理寺，分明是跟我大理寺过不去呀！孙大人言重了，刘道然是您的属下，此案牵涉于他，还望孙大人能够不计前嫌，助我刑部找出真凶。都知道你是长安鬼见愁，我倒想看看，没有大理寺的帮忙，你怎么查出此案？孙大人不是派了苏福协助本官查案吗？既然孙大人不让本官查看资料，不如让苏福让他帮忙，本官还没那么大度。大人，孙大人，萧大人来大理寺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本官来大理寺是来谈事情的，既然谈不拢，那下官告辞了。大人是否有吩咐？不必了。那下官告退。萧人宇，本官在想，要不要以偷盗之罪把你抓起来？我查资料是为了你，你居然恩将仇报！我很担心你，答应我，以后要做什么事情之前，一定要先告诉我，知道吗？哦，对了，楚月竹有一个姐姐叫楚月莹。楚月莹？楚月莹和楚月竹是姐妹，他们的父亲是隋炀帝身边的著作郎楚生，后来因为隋朝败亡，被高祖皇帝关押大牢，等待判决。他的妻子带着只有7岁的孪生姐妹，在大牢里生活了半年后病故。他们在大牢里相依为命，姐姐性格刚烈，妹妹却性格懦弱。那楚月莹现在身在何处？不知道，那卷宗上只说明了楚月莹因为生病被送出大牢，后来离奇失踪。武德4年，
高祖皇帝念及楚生只是个文官，而楚月竹又年幼，所以将其送出大牢，归还府宅。如果楚月莹没死，那他为何要躲起来？他跟柴玉的案子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恐怕得先找出那个楚月莹了吧。夫人她胃不好，能吃杨梅吗？你还记得我说过楚月竹的变化吗？她本来是不吃杨梅的，后来竟然吃了。你怀疑吃杨梅的是楚月莹？楚月莹之所以被送出大牢，是因为她患了头疾症。这种病即使治好，也会留下病根。原子曾经说过，楚月竹也去过8味医馆看过头疾。看来我们两个又有事情要做了。跟我走。放开，我自己会走。难怪他体弱多病，这根本就不对症下药啊！长臂，这药方开错了。治下，以下利阔之。这药方开对了。吴大叔，我请您来是让您帮我找出楚月竹看过几种病，不是让您来挑对错的。我一看那药方就想挑对错，习惯了。大人还等着我复命呢，所以今天务必找到楚月竹的病症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找到了。楚月竹到底有没有头疾之症啊？真没有。您确定？好，那我找大人复命了，多谢吴大叔。好。柴玉，冉颜找人来试探我是否有头疾之症，恐已发现我这个姐姐未死的秘密。为阻止冉颜再查下去，必须灭口。你们什么人啊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站住！有人让我给这位官爷送封信。谢谢官爷。冉颜在灵元山有危险。白雀花的香味。撤！你怎么样？幸亏他救了我。谁抓的你？不知道，他跑了。不可能是柴玉。你还在想他？7年了，他死了7年了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？你什么时候才能正眼看一看我？我才是你的夫君，我才是那个真正爱你的人。我永远都不会抛下你，我会永远保护你，守护你，你明白吗？玉竹身体有些不舒服，想要休息了。
你当年抛弃了我，现在又为何回来？狐狸，这具尸骨确定是柴玉的吗？出什么事了吗？刘大人遇袭了，左边胳膊受了伤，他说是被柴玉袭击的。难道柴玉真的没死？这具尸骨时间已经过了很久，无法确认身份。看来我们得另找办法了。我不止你在伤害道人，如果有下次，我一定会报官。月主，我等了你整整7年，你为何不肯原谅我？为何会如此关心那个刘道然？我让桑臣用素脸的方法还原了这具尸骨本来的面貌。噔噔噔噔！桑臣，你是不是诉错了？这不就柴玉吗？你可以侮辱我的智商，但不可以否定我的雕刻技艺。那就更不可能了。如果尸骨是柴玉的话，那是谁假扮柴玉打伤刘大人，而且还跟柴玉长得一模一样？这帕子的味道还挺好闻。这个是证物，不要乱摸。这帕子是从哪儿来的？你之前遇险的时候，有人差乞丐送过来的。白衣。这帕子上有白雀花的味道，我在悬崖遇险时，四周全是白雀花。这证明这持帕之人是赏花爱花之人啊！废物！这个帕巾是男人用的，难道是真凶的？他因为之前去过灵元山，不小心蹭到白雀花，所以才有那个香味。而有人在情急之下拿了胭脂膏写上了字，送到了刑部。现在证明这具尸骨就是柴玉，那么刘道然遇到的那个柴玉又是谁呢？要么刘道然遇到的是另外一个人，要么就是他在撒谎。这帕子上的字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是楚玉竹的字。我见过刘道然用过同样的帕巾。苏大人是我请来的。这楚月竹不怎么出门，要是情急之下通风报信的话，刘道然。两位大人，刘大人一早出去，尚未回府。有没有说去什么地方？回禀大人，刘大人未曾提起。大人，刘大人不见了。大人，没有找到。刘夫人可在？夫人一直在房内，不曾出去。去夫人房间。啊，这边请。大人，请。你家夫人呢？夫人在里面。我求求你们，不要再做坏事，赶快离开！官兵已经在搜捕了。我不走，我要保护你。姐姐要永远陪在月竹身边。大人，里面再没其他人了，可有后门？回大人，并无后门。不对，我分明听到还有一男一女的声音。你把他们2个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民女不知大人在说什么。你少在我们面前装可怜，你不过就是个前朝逆臣的女儿。冉娘子，我对你向来仁善，你为何出口伤人？你的仁善不过是假仁善，你就是个克父克母、
克姐克夫的女人，活该被人骂，被人欺负。不，我不要被人骂，我不要被人欺负，我不要被人骂。姐，帮我！看你们谁敢欺负我妹妹！夫人，你给我闭嘴！就是因为你这个死奴才，才让我妹妹受苦。是你发现我在8卫医馆派人查你，才想要杀人灭口吧？你这个女人，做什么不好，偏要验尸查我楚家之事。为了保护我妹妹，我焉能留你？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放开我！你们都欺负月主，我要让柴玉把你们一个个都杀死！你敢欺负月主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你们放开我！他到底怎么了？楚月竹患有癫狂之疾，册录中记载了他在7岁的时候在大牢里受尽欺负，亲眼看到父母双亡，姐姐离去。懦弱的他受到了刺激，他害怕一个人独处，所以他把自己想象成了姐姐还有柴玉。他不停地在自己、姐姐还有柴玉中转换身份。当他没有发病时，他就是他自己。该吃药了。我待会儿再吃。当他遇到无法避免的事情，想要逃避时，他就会变成姐姐楚月莹；当他需要被爱时，他就会变成已经死去的柴玉。这是一种类似于耳妄闻的病症，灵书中曾有记载：狂、目望见、耳妄闻，痴迷心窍，就会产生幻觉，导致他无法接受现实，自认为姐姐和柴玉还在。不，他们都存在，我见过他们，他们都存在，我不相信。那这凶手究竟是刘道然还是他？肯定是他。这个女人阴狠毒辣，肯定是他干的。既然凶手是他，那就地打入死牢，等候问斩。不是他！月主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就像7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一样，我就发誓，我这一生一世都要保护你，守护你。可是你身边却有一个瘸子，我恨他。所以你是我找人假扮劫匪，杀了他那4个手下，然后把他关进破房子里进行折磨。后来我又利用了我自己的权势，把他的家人赶出长安，并且永远都不能回来。